赵露思新演员杨洋饰演感人甜美的大师 CP， 一夜拯救爱人的白发。网络热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新作《试试看世界》播出后引发热议，他的2位主演因角色而拥有大量粉丝。燕子饰演的杨洋一角颜值出众，思想深邃。赵露思在一个男主女强人的场景中扮演了一个侠女的角色。改编本身吸引了许多原著的忠实粉丝，他们被改编的事实所吸引。该节目的标题翻译为《再现金山》，是根据清灵月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它主要遵循2个主角之间的浪漫，杨洋饰演的何凤熙和赵露思饰演的白凤熙。因为他们都被描绘成强大的主角，王子和公主，他们的故事预计会有些痛苦。然而，由于2者之间的甜蜜相互作用较少，观察到可观察性显著增加，这导致了2位主演的首次合作，赵露思和杨洋。杨洋饰演黑凤熙和风兰熙。杨洋一直很注意自己的容貌，他的演艺事业因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而声名鹊起，早年与迪丽热巴的合作更是俘获了众多女粉丝。他在这部电影中饰演黑凤熙，一个外貌独特、情节复杂的男人，一切武功都在他的计划之下，而他其实就是永州太子凤兰熙，卧底青州太子，登基为王。白凤熙公主又名熙云，结了婚，爱慕者众多。她的婚礼以美丽的传统服装为特色，反映了她的美丽以及舞台上英雄的外表。此外，她被认为是深思熟虑和才华横溢的，许多女性可能都爱上了她。赵露思饰演白凤熙和凤熙云。赵露思在传闻中的陈芊芊剧中的表现，让她在很多人心目中赢得了女神的美誉。这一次，她饰演的白凤是一个以智慧和爱心著称的自信女人。赵露思并没有扮演一个愚蠢或过于戏剧化的角色，而是以洒脱的方式扮演白凤。她的另一个秘密身份是青州公主凤熙云，网友们认为她的演技自此有所提升。男女主角有着相同的外表和强烈的化学反应，观众在观看节目时应该体验到粉红色的浪漫氛围。然而，2个主角的真实身份被揭露，这迫使他们相遇。他们的关系被测试为节目的焦点。该剧有很多甜蜜和高甜蜜的时刻，有些很有趣，有些很悲伤，有些很感人。比如，杨洋为了救赵露思，一夜之间头发都白了。还有一个感人的瞬间，杨洋站在雪地里，从背后抱住了赵露思。当他抱着她时，他用"我要找的是你，那个人"这句话表达了他的爱。这一幕让靠近电视机的观众们发出崇拜的尖叫声。此外，2位主角之间还有几个调情的场景，既搞笑又甜蜜。比如赵露思在杨洋嘴里塞了一个包子，让他在第1次见面的时候闭嘴。10个重要的职场短语包含在 Let's Try the World 的声明中。节目 Let's Try the World 播出后引起了很多讨论。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由杨洋、赵露思主演。剧中的江湖类似于职场，剧中的很多台词都被认为非常写实，因此这些台词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多共鸣。我提醒人们不要自负，这出自那句话，人生就是一场一场的选择。此外，我告诉他们不要表现得像一只住在井底的青蛙。这里有一些对工作有用的句子。句子1：生活中的决定既包括大事，比如结婚，也包括日常小事，比如买东西。明智需要了解这些权衡，做任何决定时都需要考虑利弊。江湖人往往把工作放在首位，许多人认为对与错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他们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利用自己的时间。这导致他们忽略了生活中的其他重要方面，例如家庭、同事和整体质量。除了传授隐语之外，还有第3句金句，它鼓励人们敞开心扉，面对生活中的糟糕时光。由于一些最初的工作场所问题，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并感到难过。这些可能包括与同事的冲突、面临老板的批评，以及与让事情变得困难的客户打交道。与人打交道时很容易感到沮丧，与其浪费时间争论，不如以轻松的方式看待事实。这将帮助您解开任何智力结，欣赏您周围的美丽。工作场所的每个人都应该互相了解，
将公司与学校进行比较，表明他们有多么不同。这两个地方都有斗争和圈子，但在工作场所有许多权力游戏和利益。工作场所的人事关系比学校复杂得多，人们经常假装和某人很亲近，然后在对方最不期待的时候伤害了他们。有时，在工作中极具侵略性的同事实际上值得更好的了解。有很多人长期坚持同一份工作，并不断吹嘘自己的资格。这些所谓的老海鲜在介绍给新员工或新技术时表现出批判态度。永远记住，有人在你的公司之外，也有人在天外。你在高中学到的教训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失败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犯错。当人们失败时，感到内疚是很自然的，但这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最好勇敢面对你的问题，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正视它们是很重要的。这样做可以让你成长并避免在未来重复同样的错误。与其责备自己，不如考虑改进和前进的方法。世界第7个馅饼上的金句说：世界不会不战而降。你必须为生活中的一切而奋斗，甚至是工作上的成功。这就像一条河流，虽然每个人可能从不同的路线开始，但他们都面临着相同的机会。与销售人员一样，客户必须努力奋斗才能取得成果。即使他们自己上门或其他人介绍他们也只有在他们依赖卖家的情况下才会付款。在工作场所，每个人都是根据他们完成工作的能力来评判的。如果某人出色地完成了一项任务，那么他们将来更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工作。但是，如果某人表现不佳，其他工人被分配工作的机会就更高。在金句8中，他说：外表代表魅力，无论您身在何处，都不能变得沮丧。你必须始终表现出自己在工作的样子，这被认为是尊重和礼貌。此外，这句话意味着你正在接受挑战，准备好迎接接下来的一切。有人说，想哭的人需要化妆，化妆意味着忍受眼泪，因为你不想看起来腐烂。它也让人看起来很沮丧，当人们看到它时，这会使问题变得更糟。因此，任何面临损失的人都应该组织自己的外表来面对它。每个人的成长速度都不一样，有的人长得快，有的人长得慢。成长的过程不必急于求成，但你必须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这可以通过适当的练习来实现，并牢记特定的目标。关于工作环境，人们不应该与他人比较，相反，他们应该将自己与以前的自己进行比较。人们告诉你不要顾及全局，着眼于小局。然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沮丧，是因为他们希望您考虑一下您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目标。有时工作场所的人会说你在做决定时应该考虑大局，但这真的只是着眼于大局或某些人的利益吗？你在做决定时也应该考虑自己的利益，或者从更广泛的角度权衡利弊。